大家好，今天讲两个事，一个是继续复盘一下 AI 科技股的投资机会和风险，第二个就是很多朋友都留言说想听一下蓝筹股，所以今天我也给大家讲一下我一直在定期定额定投的一些蓝筹股，它们都是一些穿越周期慢慢变富的股票。当然这些蓝筹股也要注意风险，毕竟股票没有只涨不跌的。所以本影片都是我自己的投资笔记，我讲的股票基本上我都已经持有了，我个人的投资风格可能不适合所有人，所有的股票代码和分析都不构成投资建议。先说一下 AI 的科技股，他们在大力反弹之后可能会休息一下，因为上方积累的套牢盘太多了，很多散户一解套就立刻卖出了，所以继续上涨会有一定的压力。我在置顶留言里面分享的短期宏观美股扫描提示词，在短期美股还是相对健康的，但是中长期危机四伏。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突然又出现这个伊朗要搞事情了，说是要反攻美国了，他要在合适的时候要发动攻击主动发动攻击，所以呢这个市场可能又会下一下。因为油价一直居高不下，日本的通胀非常严重，日本的债券就非常高，美国的债券殖利率也是超过 5% 了，而且现在谷歌亚马逊这些巨头们还一直抢着发行各种债券，要募集资金盖数据中心，他们的债券现在都到达 6% 了，所以这么高的利率，再加上美股的债券利率也非常高，它就会吸引股市里面的很多资金。如果是一个大公司一年拿着 6% 的利率这个稳健的收入，这非常好，所以有些保守的机构它就不投股票了。这个时候大家再看一下今年的 IPO 统计，2026年 IPO 的金额已经超过2021年，2021年出现大量的 IPO， 股市涨得也非常疯狂，之后呢第二年就是2022年就跌了一整年，所以27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们也看不到。但是有一个风险，就是美联储会不会大幅度加息，造成这个股市的下跌。我自己认为崩盘可能不会出现，因为美股的现在的所有的公司财报都是有非常强的利润支持的。但问题现在就是整个美股总的资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有这么多钱，如果世界通胀再继续上涨资金就会被更高的高收益债券吸走一部分，另一部分又被 IPO 之后的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的 IPO 吸走一部分。如果这个时候又出现联准会加息，那就再吸走一部分资金，这个就是股市中短期回调的风险之一。接下来我说一下大家问的问题最多的就是现在的记忆体还能不能买。在说之前，我想提醒大家一下，银行、券商验证码、确认信全部会寄到电子邮箱，万一邮箱被黑客攻破，黑客就能重设你所有的密码，把你的账户洗劫一空。而黑客最常用的手法就是一封诈骗的钓鱼邮件。不用担心 Surfshark 推出浏览器安全组件，可以用 AI 帮你扫描发件人、邮件内容，还有里面每一个链接，直接告诉你这封信到底是不是钓鱼邮件。对于我们这种在网上管钱的人来说，真是太省心了。我平常也用 Surfshark 把 IP 地址切换到美国、台湾、日本、韩国，借助 AI 翻译可以看各国的财经新闻，还有各种资料。Surfshark VPN 在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伺服器，切换不同的国家 IP， 还能拿到线上订阅、机票、饭店更优惠的价格。在咖啡厅、机场连公共 WiFi 的时候，也别忘打开 Surfshark， 防止骇客偷走你的个资。现在前往 surfshark.com/NicholasLive， 输入优惠码 NicholasLive 就能享受额外4个月的使用期限，每个月不到1杯咖啡的价格，不限设备，全家人都能用。快下载 Surfshark， 保护好全家的账户个资安全。感谢大家。记忆体还能不能买？这是一个值很多钱的问题我只能说，现在的记忆体已经从底部涨了 70-80%打6折的时候已经过去。这个时候你买的话呢，你买的就不是现在因为恐慌砸出来的价值，你买的是未来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股票现在的价值是有很多方法可以算出来的，它不是一个精确的数字，最终会落到一个区间。7月底去杠杆，美光、SK 海力士、SNDK 等等的都砸出了 20%到30% 以上的价值，这个时候买肯定是最好的嘛。但是很多人因为害怕不敢买，按照现在的估值，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合理区间，这个时候买你就是买的未来没有实现的未来，未来就是他们未来美好的未来未来就是这些记忆体还是不断的缺货，价格一直在涨，收入源源不断的。就比如分析师的目标说这个美光未来还能涨到1500美元，大家要注意分析师的目标通常是有一定水分的，它是有前提的必须是这个股市这个世界经济风调雨顺、风和日丽，这个情况下才会实现。但实际上这个大家都知道，天气是变化无常的，
一会儿暴晒一会儿暴雨，谁能保证未来一定是风和日丽呢？所以啊，这个投资记忆体或者是投资科技股都一样，都需要有一定的想象力。比如 SpaceX 啊，现在什么太空 AI 数据中心都没有啊，都是马斯克在画饼。但是万一实现了呢？亚马逊也是一样，以前就是个线上卖书的，2000年的时候股价跌了98%，但是谁又知道它未来竟然变成一个这样子啊，涨了几千倍的。我对记忆体的未来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我相信它的未来会很好。这个不是这个信仰啊，不是瞎相信的，因为我周末研究了2天的记忆体啊，看了几十小时的论文资料，看了2天啊，整整2天。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分析，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记忆体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它是有一个从现在到2030年，甚至到2035年，有一个非常完备的、非常有目标的技术发展路线。我不用说太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三星、海力士、美光 SNDK 他们赚了这些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的资金，然后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阿斯麦的光刻机，他们投入研发，招募各种的研发人员、博士之类的，你说他们能造出什么东西？未来这个记忆体可能它就真的不是一个商品的，如果不是商品，它就会达到类似台积电和辉达的估值啊！我只能点到这么多了，说多了也没用啊！总是有一些人在我频道底下跟我无脑抬杠，所以啊，如果现在追记忆体，这个短期的波动一定会非常大。但是费城半导体，我认为这辈子会涨回高点的啊！一旦涨回去 ，CPU、GPU、光链接，还有什么能源之类的，他们都会一起的涨高。我觉得也不用这辈子啊，可能几个月、半年，可能不用半年都能涨回去。所以我对未来都是有计划的。如果它涨回去，这个过程我都会慢慢的把我的一些 AI 晶片股慢慢的出一些，收割利润。整个投资都需要不断的调整，一部分现金，然后核心的 AI 晶片股也需要拿着，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通过定期定投买一些非 AI 的可以长期增长的蓝筹股，这样就可以不断的复利积累。投资最好有2个券商账户 ，A 账户可以放一些科技股，然后你进行一些操作，把 A 账户的利润赚到以后呢，就调到 B 账户去买指数、买蓝筹股，把你的券商 B 账户当成一个存钱罐，慢慢的存着。这个账户没事也不用看，这样你就可以把资金慢慢的留着，然后慢慢的积累，最终达到一个财富自由的状态。因为这些蓝筹股还会分红，分红再投资，就像巴菲特一样说的是滚雪球。最近我也在观察这个 Amazon、微软、谷歌，他们现在的股价是有反弹，但是短期还是不明朗的。因为2027年就是晶片最缺，然后晶片通胀价格最高的时候，他们的资本支出还会继续的提高，现金流还会降低，发债也会发得越多，会给他们造成一些什么评级啊，或者是之类的不利影响，打压他们的股价。但是一旦在2028年前后，他们把这些非常厉害的数据中心全部都建好了，那个时候又出现什么这个自动驾驶啊、机器人啊，或者其他的非常厉害的一些这个模型啊，整体的 token 需求量就会大大提高。这样的话，他们建好的数据中心就会给他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而他们投入巨资建成的数据中心 AI 的算力也会成他们的一个巨大的护城河。所以有时候买股票啊，都需要想到别人之前，要在它跌的时候啊，自己慢慢的配置。而这时候的配置呢，就不是一下子买入，而是慢慢的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如何买股票都需要自己深入思考一下啊，对自己负责。关于蓝筹股有很多板块，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我最熟悉的板块，就是银行业。我在深圳、香港还有新加坡的银行工作了几十年，各种岗位都做过，所以对银行还有一定的了解。从打工体验上来看，银行真的是很有钱。只要是大型的稳健银行，它业绩好、坏账少，它就可以给员工提供一个比较高而且不断增长的薪资。要大富大贵肯定是不可能的啊，而且是非常忙， KPI 很高，但是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业绩都会完成。总之，这个性价比是比其他的行业好很多的。然后从投资的角度看，从历史的眼光，这个世界优秀的大型银行，它都有非常强的跨周期增长能力。虽然他们股价涨得慢，但是经不住一直涨。而且大型银行还有其他银行都没有的优点，
就是有非常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还有股息非常稳定。我们就可以看一下2008年到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还有2020年这个新冠疫情。大型银行虽然因为这个系统性恐慌出现50以上的这种的深度下挫，但其他的股票跌得更多啊，就是这样子非常惨。这些银行还是有钱发股息的，而且他们的股价在危机结束之后就会迅速反弹，创下历史新高。大家要注意啊，我说的都是大型银行啊，一定要避开什么小银行啊，之前倒闭的什么硅谷银行都是小银行，一定要避开。选大型银行，我自己看好的就是美国的摩根大通，还有新加坡的星展银行 DBS， 还有 OCBC 华侨银行。定期投资啊，就是怕一些投资的股票股价归零，但是这几家银行是不可能的，他们都是系统重要性银行，这个都是当地的监管定下来的啊，系统重要性。如果出了问题啊，美国政府啊，或者是新加坡政府都要出面要这个救他们的，否则就会出现系统性影响，整个经济都完了。这些政府的监管部门都会不断的监控这些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前后，都会提前预警，进行自我检讨，然后事后然后提高监管的门槛，这样子它就会让银行内部的合规啊、风控啊，它的水平不断的提升，最终就会帮助他们走向更加健康和持续的发展。摩根大通每季度分红是年化的 1.5%， 比较低了。DBS 和华侨银行就比较高，是 4% 左右，半年或者是季度分红啊，10几年都没断过。巴菲特就喜欢这种的银行业啊、金融业之类的，他就认为啊，这种的银行每年赚大量的资金，然后还不用花钱，像什么谷歌啊、苹果呀，要大量的研发的公司，他们这个钱就拿来分红或者是回购股票，然后他们的股价还能继续增长。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投资状态，然后它就像滚雪球一样啊，不断的赚钱，赚钱再投资，派息，回购股票，股价就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的增长。今年摩根大通涨了 13%， 和标普差不多。2026年第二季财报，它就通过了美国的联邦的银行压力测试，就宣布了要花500亿美元进行普通股的回购计划啊，这个7月1号开始生效啊。这个就是摩根大通，它不分红，它就是回购资金。有时候回购资金，它可能是对股东更好，因为你分红的话，很多人还要交税，但是你回购股票，这个作为股东啊，他就不用交税，他就可以买更多的股份啊，它不是直接买了，它是回购。所以摩根大通是一个非常好的长期投资标的。另外，为什么我觉得新加坡的银行非常好呢？因为这个也是时势造英雄啊。我自己住在新加坡，之前的各种的交易对手也是新加坡的银行，还有保险公司，所以我就定期定投这个 DBS 和 OCBC。 为什么没有另外一家银行这个大华银行 UOB 啊？主要是因为它在这个大中华地区，尤其是香港，风险暴露太多啊，这个地产风险暴露太多。 DBS 今年涨了 30% 多， OCBC 涨了60%多。他们这2年最大的增长点就是财富管理业务，他们2个财富管理手续费增长都超过 30%。 OCBC 全资控股的大东方保险，这个保险利润还增长了 44%。 以前大东方保险就是我的客户之一啊，我经常跟他们喝咖啡，他们就说啊，这个钱太多了，不知道存哪里啊，都是凡尔赛。所以这些金融机构啊，这不用研发，就是钱多。DBS 和 OCBC 增长这么快，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东的土豪，香港、印度，尤其是台湾的大老板们啊，想要分散一下风险，把资金都往新加坡里面送。台湾现在的 GDP 达到 11%啊，居民存款也是越来越高。AI 晶片给大老板们赚了很多的钱，他们就想分散风险，把资金都往新加坡走。OCBC 这个华侨银行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从历史上它就积极的布局华人市场。他们的客户经理除了擅长英文之外，更擅长华语，所以啊，华人富豪对财富管理的需求是给 OCBC 帮助特别大。风险肯定也有啦，这些股票也不是只涨不跌的，未来肯定有黑天鹅啊，世界经济危机都会发生，都会对银行造成风险啊，银行坏账。但是如果出现经济危机的其他股票都跑不了啊，也可能跌的比他们更多。所以啊，这种的蓝筹股就是定期定额最好了。选系统性重要性银行，100年历史，风控过关，长期增长，而且有非常多的非利息收入的银行，就是非常好的。
什么是非利息收入？就比如 OCBC 还有 DBS 收很多的财富管理手续费，而摩根大通他们也有很强的护城河，就是全球化完整性、多元化还有规模化，他们资产5万多个亿，投行业务今年增长了 30%， 交易业务增长是 35%， 股票交易业务增长了 86%， 但是他们的今年股价才涨了 13%。 DBS、OCBC、摩根大通都要小心，因为宏观经济还有战争、利率变化引起的回调风险，但是他们的波动没有那么大，这种股票就是长期投资，拿着不动。科技股的波动获得的利润我就会存在这里，然后呢等他们慢慢增长，用股息来继续投资这样会越滚越大。我这个投资的目标都是10年以上的这个是存在我的存钱罐账户里面，都是不动的。投资其实比的不是谁的收益高，而是比的谁活得久就是这样子，就像巴菲特一样。好了，请大家多多留言，想听什么股票什么板块都可以给我留言，我会选择最有价值的给大家讲解。别忘用 Surfshark 保护自己的网络安全。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